最后2个字他没有说出口。事实上，他也很难描述现在的心情，因为那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能够概括的，而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蓝忘机耐心地等待他说出心中所想，魏无羡却又调转了话头，反正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我已经打算签合同了，签的男二，颇有点破罐破摔的架势。蓝忘机在之前的那几个小时里，也反省了一下自己的言行，却是缺乏考量，所以这样的结果也在他意料之中。他轻轻嗯了声，我相信你，魏婴。不管什么决定，只要他开心就好了，只要自己能陪着他。魏无羡转头看他，一下子撞进那双深邃的眼眸中，他心里一跳，呼吸都有些不稳了。蓝忘机就那样定定地看着他，看得魏无羡心脏狂跳。须臾之后，他移开视线，低声说道，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房间了。走过那人身边时，他听到了似有似无的一声轻轻的叹息。翌日起，魏无羡就陆续开始收拾东西了。他从家里带过来的行李还没来得及完全拿出来摆放好，线下又得重新塞回去，倒也省了不少事。不过住剧组，理应不需带什么东西，日常生活用品酒店都备着。魏无羡只收拾出来一个小行李箱，就放在墙角，等着1周后直接进组了。蓝忘机没有过多干涉他，只在他愁着不知带哪件衣服过去好时给他一些建议。虽然不过都是些都好看之类的话，却也能听得魏无羡心里欢喜。2个人都心照不宣的不再谈论工作方面的事情。1周后，魏无羡按照计划订了航班飞去剧组，临走前去小书房和蓝忘机道了个别。他来到拍摄地点后，第一个见的就是这部剧的女主演，巧就巧在那人他认识，正是大学时和他同系不同班的学妹绵绵。魏无羡是诧异且惊喜的，工作时遇到老熟人总比遇到个陌生人好吧。他很是开心的笑着和小姑娘打了招呼，绵绵，是你啊，好巧。是啊，魏前辈好，很高兴能再见到你，合作愉快。我可不算什么前辈，我和大家都是一样的。绵绵还想再开个玩笑，身边却走过一个小演员，用极低的声音道，大名鼎鼎影帝的家属，怎么可能跟我们组的小演员一个咖位呢？状似自言自语，却被2人一字不落的都听了进去。魏无羡神色如常，从面上一点都看不出其情绪波动。绵绵反应极快，龇牙咧嘴冲着那个人哼了一声，立马示意魏无羡跟着自己去另一边坐下，紧接着问他道，魏哥，我也一直想知道呢，你和蓝忘机前辈是怎么的呀？告诉我呗。噗，被一本正经问到这个问题的人没忍住笑出声，干嘛突然问这个？而且你还一副这么严肃的表情。嗨呀，圈内谁不想知道啊？魏哥，绵绵做了个发誓的手势，向他表忠心道，你要相信我，我和他们可不一样，他们那是想吃瓜，看热闹不嫌事大。说到这，绵绵撇了撇嘴，对刚才那类人十分不屑，可我呀，我是真的觉得你和蓝忘机前辈在一起，超级配，绝配，天下第一配，我以前在学校就看出来点苗头了。前段时间你们公开的时候，我可开心了，我就说我的眼光怎么可能不准，爱打住打住。眼看着绵绵自说自话，越说越起劲，魏无羡急忙打断他，你这都在说啥呢？什么学校什么苗头的，读大学那会，你哪认识蓝湛呢？切，谁说追 CP 一定要2个人都认识？绵绵低下头，小声嘟囔道。魏无羡没听清，也无心再去问，只想着小姑娘这么期待，还是认真回答了他第一个问题，我和蓝湛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也许是因戏生情吧。魏无羡随口胡诌道，真要把实情说出来，势必会伤到小姑娘的心。外界有人信2人是真情，有人信是他魏无羡想上位设计了局，但谁又能想到他俩是因为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意外而被迫绑在一起的呢？真的假的？绵绵十分震惊，真的是他们传的那样？可是不应该呀，你们俩不是应该早就在一起了吗？哪里需要角色滤镜啊，我不信。魏无羡耸肩笑道，事实就是这样，你爱信不信咯。拍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虽说魏无羡在剧组里是个大人物，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诋毁，也有人想巴结他，但他自己依然是安静地做自己的本分工作，且导演又十分欣赏他这股认真劲儿，
能够打扰他的闲言碎语也少了许多。一切和以往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魏无羡想着，但其实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每一场戏拍完，魏无羡几乎都是立刻拿出手机，点开消息界面，但是极少有音信。绵绵每次见他这副样子，都会凑到他身边调笑几句，真羡慕魏哥有个这么好的男朋友啊，每天按时发消息呢。虽然他只是探头过来做做样子，但魏无羡还是怕被他看到一片空白的手机屏幕，急忙按下手机，假装淡定地回应道：正常操作，你别老这样。啧，小气鬼。绵绵偏头过去，口是心非道：我对你们的狗粮才不感兴趣，我回化妆间了。魏哥你休息好了记得过来对台词哦。他放下手机，拿起剧本，想通过不间断的工作让自己无暇去想闲事。谁知道还没安静几分钟，绵绵的声音又一惊一乍地传到他耳朵里：魏哥，你赶紧回来。又怎么啦绵绵？他回头看不远处那个小姑娘，正兴奋地冲自己招手，看她样子本来是想直接冲他喊什么，最后还是跑到他旁边，小声告诉他：蓝忘机前辈来看你了。就在化妆间。魏无羡惊了下，放在腿上的手机直直砸向地面。绵绵见他一副被吓到的模样，推了推他，哈哈笑道：魏哥你干嘛呀？不是你自己说的正常操作吗？也不用激动成这样吧。你赶快过去，人家等着呢，而且看样子应该等了好久了。哦，好，谢谢你啊绵绵。他魂不守舍地捡起手机，往化妆间的方向快步走去。除了震惊和喜悦，他还有些不解。自从自己来剧组后，蓝湛就一条消息没给自己发过，怎么今天突然就人都过来了？推开门时，魏无羡一眼就看到坐在化妆桌前的熟悉背影。当然一部分原因是他现在眼里只能看到那人，另一部分原因是这里被所有人心照不宣地清了场，反正补妆大都在片场进行，也不会妨碍到什么。他缓慢地一步一步走过去，还在迟疑要不要叫他名字的瞬间，那人已经转过身，轻声喊他道：魏婴。蓝湛。有人开头，他也就心安理得喊回去了。你怎么来了也不和我说一声啊？你看我一直在片场，让你等了这么久。蓝忘机摇头，拿起桌上放着的水果和饮料，递给魏无羡。都是你喜欢的。魏无羡看了看袋子里的东西，小心翼翼接过捧在怀里。你还没回答我呢，怎么来探班都不提前说一声？我只为来看你，无需你准备什么。魏无羡有些心虚，没想到蓝忘机这么了解自己。的确，若是让自己知道了，保不准一番大张旗鼓，又请吃饭，又安排地方住的。魏无羡盯着怀里的苹果，不过蓝湛，你来这一趟肯定好多人盯着，我不想再惹什么麻烦，所以其实你发个消息就够了。